木头姐清仓了英伟达，全部清仓，一股不剩。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整个投资圈都炸了。你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英伟达刚发布了炸裂的财报，股价一路飙升，市值突破了5万亿美元，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所有人都在喊英伟达还要涨，还要翻倍，还要成为第一个10万亿美元的公司。就在这个所有人都疯狂抢筹的时候，木头姐竟然把她手里所有的英伟达股票全部卖掉了。你有没有觉得这很反常？一个曾经最看好英伟达的投资人，一个靠着英伟达赚了几十亿美元的基金经理，竟然在英伟达最辉煌的时候选择了离场。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是木头姐老了，看错了方向，还是她看到了一个所有人都没看到的残酷真相？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搞懂 AI 投资的底层逻辑，你会明白为什么 AI 的暴利时代并没有结束，但赚钱的方式已经完全变了。你会知道木头姐把从英伟达套现的数千万美元主要投向了哪几家隐形冠军公司。你还会拿到一份针对当前市场的具体调仓策略，帮你避免追高已经透支涨幅的股票，提前布局下一个可能翻倍的赛道。如果你现在手里持有英伟达，或者正在考虑买入英伟达，那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它可能会帮你避免一次巨大的亏损。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木头姐清仓英伟达是因为她不看好 AI 了，还是因为她看到了更好的机会？把你的判断和理由留在评论区，我会挑几个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你一起深入拆解这个决定背后的逻辑。我先说说我自己的第一反应。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觉得木头姐疯了。毕竟英伟达现在就是 AI 行业的绝对霸主，它的 GPU 占据了全球超过80%的市场份额，几乎所有的大模型公司都在抢着买它的芯片。黄仁勋随便说一句话，整个科技圈都要抖3抖。在这种情况下卖掉英伟达，不是傻子是什么？但后来我越想越觉得不对。木头姐虽然经常被人调侃是牛市女王，熊市的时候亏得很惨，但她对科技趋势的判断从来都不是短期的。她当年压住特斯拉，也是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电动车的时候，最后赚了几百倍。她压住英伟达，也是在2016年 AI 还没火的时候就开始重仓持有。她从来不是那种追涨杀跌的散户，他的每一次大动作背后都有一套完整的逻辑。那他这次清仓英伟达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他认为 AI 投资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什么是 AI 的上半场？就是基础建设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是什么？是算力。谁能提供最好的算力，谁就是最大的赢家。英伟达就是这个阶段的绝对王者，它生产的 GPU 就是 AI 时代的石油，所有的 AI 公司都离不开它。这就像当年的淘金热，所有人都跑去挖金子，但最后赚最多的不是挖金子的人，而是卖铲子、卖水、卖牛仔裤的人。英伟达就是那个卖最好铲子的人，但问题来了，铲子不可能一直卖下去。当所有想挖金子的人都已经买到了铲子，接下来卖铲子的生意还会那么好吗？你先别急着反驳我。我知道很多人会说，现在 AI 的需求还在爆发式增长，英伟达的订单都排到2027年了，怎么可能卖不动？没错，英伟达的短期需求确实还很旺盛，但你有没有想过，市场炒的是什么？是预期。股价反映的不是现在的业绩，而是未来的业绩。现在英伟达的股价已经把未来5年甚至10年的增长都提前透支了。现在买入英伟达，你不是在买它现在的价值，你是在买它未来10年的增长预期。一旦这个预期有一点点落空，股价就会出现暴跌。更重要的是 AI 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基础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了。接下来的重点是什么？是应用，是怎么用这些算力、这些大模型去创造真正的价值，去赚真正的钱。这就是 AI 的下半场。上半场是卖铲子的人赢了，下半场是拿铲子挖金子的人赢了。木头姐清仓英伟达，不是因为她不看好 AI 了，恰恰相反，她比任何人都看好 AI 的未来。她只是认为 AI 投资的主战场已经从硬件转移到了软件和应用。现在再去追高英伟达，就相当于在淘金热已经开始了3年之后，再去开一家卖铲子的店。不是说赚不到钱，而是赚大钱的机会已经过去了。那 AI 下半场的机会到底在哪里？木头姐把从英伟达套现的资金全部砸进了3家公司，这3家公司分别是 Snowflake、Recursion Pharmaceuticals 和 CrowdStrike。我们一家一家来说，先讲第一家 Snowflake， 股票代码 Snow。很多人对 Snowflake 的印象还停留在它是一个云数据仓库公司，觉得它就是帮企业把数据存到云上，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告诉你 Snowflake 真正的野心是做 AI 时代的 Windows 或者 Android， 它想成为所有 AI 应用的底层操作系统。为什么这么说？你想想 AI 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是数据。没有数据，再强大的大模型也只是一个空架子。但现在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数据太乱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公司，数据可能分散在几十个不同的系统里，有销售数据，有客户数据，有财务数据，有生产数据。这些数据格式不一样，标准不一样，甚至连存储的地方都不一样。你想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用来训练 AI 模型，难度非常大。很多公司花了几百万、几千万，最后还是做不好数据整合。Snowflake 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它打造了一个统一的数据操作系统，所有的企业数据都可以存在这个系统里，不管原来是什么格式、什么来源，然后所有的 AI 应用都可以直接在这个系统上运行，直接调用这些数据。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当年的 Windows， 在 Windows 出现之前，每个软件都要自己写驱动，自己管理硬件，非常麻烦。Windows 出现之后，它统一了所有的硬件接口，软件开发者只需要针对 Windows 开发就可以了，不用再关心底层的硬件。这才催生了后来整个 PC 软件行业的爆发。Snowflake 现在做的就是同样的事情，它统一了所有的数据接口 ，AI 开发者只需要针对 Snowflake 开发应用就可以了，不用再关心数据在哪里，怎么整合。这会极大的降低 AI 应用的开发门槛，催生整个 AI 应用行业的爆发。而且 Snowflake 的商业模式非常好，它是按使用量收费的，也就是说企业用的越多，它赚的越多。这是一个典型的滚雪球商业模式，一旦企业把数据迁移到了 Snowflake 上，就很难再迁移出去了，因为迁移数据的成本非常高，而且会影响业务的正常运行，所以 Snowflake 的客户留存率非常高，超过了90%。很多客户一旦成为了它的用户，就会一直用下去，而且用量会越来越大。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 Snowflake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仓库了，它正在快速进化成一个完整的 AI 开发平台。去年它推出了 Snowflake Cortex， 这是一个内置在 Snowflake 里的 AI 服务，企业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数据上运行大模型，不用把数据发送给第三方。这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数据安全问题。你想想，对于一个大公司来说，数据就是它的核心资产。它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核心数据发给 OpenAI 或者谷歌去训练模型？但如果大模型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数据仓库里运行，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 Snowflake 最大的优势。现在很多人都在说 OpenAI 会成为 AI 时代的微软，但我觉得 Snowflake 更有可能成为 AI 时代的微软，因为它控制了 AI 最核心的资产数据。没有数据，再强大的大模型也没有用。接下来讲第二家公司 Recursion Pharmaceuticals， 股票代码 RHSRX。这家公司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它是一家 AI 制药公司。木头姐对这家公司的看好程度甚至超过了 Snowflake。它的 ARK 基金现在是 Recursion 的第3大股东，持有超过7%的股份。为什么木头姐这么看好 AI 制药？因为 AI 正在彻底改变整个制药行业。传统的制药模式是什么样的？是试错模式。科学家先提出一个假设，然后合成几千种化合物，一个一个去试，看哪个有效。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而且成本极高。平均来说，研发一种新药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花费超过20亿美元，而且成功率非常低，只有10%到15%。也就是说，90%的研发投入最后都打了水漂。这就是为什么新药这么贵的原因，因为制药公司要把那90%失败的成本都摊到那10%成功的药上面。但 AI 正在彻底改变这个模式。AI 可以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种化合物中快速筛选出最有可能有效的那几种，它还可以预测化合物的毒性、副作用、代谢情况。这可以把新药研发的时间从10几年缩短到几个月，成本从几十亿美元降低到几百万美元。这不是科幻，这已经在发生了。Recursion 现在已经有10几个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有几个药物从发现到进入临床试验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这在传统制药行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且更重要的是 AI 制药是一个典型的降维打击。一旦 AI 证明了它的能力，传统的制药公司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你想想，别人用几个月几百万就能研发出一种新药，你用10几年几十亿才能研发出一种，你怎么跟别人竞争？当然 AI 制药这个赛道的风险也非常高，毕竟药物研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算 AI 筛选出了有效的化合物，也不一定能通过临床试验。一旦临床试验失败，公司的股价可能会暴跌80%甚至90%。但高风险对应的是高回报。
如果 Recursion 真的能成功，它的市值可能会从现在的几十亿美元涨到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赔率很高的投资机会。木头姐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她愿意承担高风险，去博取一个100倍甚至1000倍的回报。我个人觉得 AI 制药是 AI 所有应用赛道里想象空间最大的一个，因为它解决的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健康和寿命。如果 AI 真的能攻克癌症、老年痴呆这些疑难杂症，那它创造的价值将是无法估量的。接下来讲第3家公司 CrowdStrike， 股票代码 CRWD。 这家公司是做网络安全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网络安全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已经存在几十年了，没什么新意。但你有没有想过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和以前的网络安全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以前的黑客攻击是什么样的？是一个或者几个黑客手动编写病毒，手动寻找漏洞，手动发起攻击，这种攻击的规模和效率都是有限的。但 AI 时代的黑客攻击是什么样的？是 AI 驱动的自动化攻击。AI 可以自动扫描整个互联网，寻找所有的漏洞。AI 可以自动编写病毒，自动变异病毒，让杀毒软件根本检测不出来。AI 还可以同时对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个目标发起攻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黑客的攻击能力呈指数级增长了。以前一个黑客团队一年可能只能发起几十次攻击，现在一个 AI 系统一天就可以发起几十万次攻击。而且这些攻击越来越智能，越来越难以防范。以前网络安全可能只是公司 IT 预算里的一小部分，很多公司觉得只要装个杀毒软件，弄个防火墙就可以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次严重的网络攻击可能会让一个公司直接破产。比如去年美国的一家大型输油管道公司被黑客攻击，导致整个东海岸的燃油供应中断了好几天，最后这家公司不得不支付了几百万美元的赎金。还有很多医院、学校、政府机构都遭到过黑客攻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现在网络安全已经从一个可选的 IT 支出变成了一个核心的生存刚需，就像你家里必须装门锁一样，现在每个公司都必须有强大的网络安全防护。CrowdStrike 就是 AI 网络安全领域的绝对领导者，它是第一个把 AI 大规模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的公司。它的平台可以实时分析全球超过10000亿个安全事件，用 AI 自动识别和阻止攻击。它的响应速度比传统的网络安全公司快几百倍。而且 CrowdStrike 的商业模式也非常好，它是订阅制的，客户每年都要续费。它的客户留存率超过了98%，而且很多客户都会不断增加订阅的功能和用户数，这意味着它的收入非常稳定，而且可以持续增长。我觉得这里最有意思的地方是AI 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用来攻击，也可以用来防守。但防守的一方其实更有优势，因为防守的一方可以看到所有的攻击数据，不断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让它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攻击的一方每次攻击失败，都会暴露自己的手段，让防守的一方变得更聪明。所以在 AI 时代，网络安全这个赛道只会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赛道的头部效应会非常明显，谁的 AI 模型最强大，谁的数据最多，谁就能赢得市场。CrowdStrike 现在已经占据了领先地位，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行业的绝对霸主。讲完这3家公司，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 AI 应用层的公司，他们不是在卖算力，而是在用 AI 解决具体的行业问题。这就是木头姐现在的投资逻辑。她认为 AI 的下一个大机会不在硬件，而在应用。那 AI 的发展到底会经历哪几个阶段？我们现在到底处于哪个阶段？我把 AI 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础建设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是算力和大模型。这个阶段从2012年深度学习兴起开始，到现在基本已经结束了。这个阶段的赢家是英伟达、微软、谷歌这些公司，他们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壁垒，后来者很难再挑战他们的地位。第2个阶段是平台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是打造通用的 AI 平台，让更多的开发者可以在上面开发应用。这个阶段现在正在进行中 ，Snowflake 就是这个阶段的代表公司。还有像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模型公司，其实也属于这个阶段，他们正在努力把自己的大模型打造成一个通用的 AI 平台。第3个阶段是垂直应用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是 AI 在各个行业的深度落地，每个行业都会出现一批用 AI 彻底改造自己的公司，比如 AI 制药、AI 教育、AI 金融、AI 制造等等。这个阶段才刚刚开始，未来会出现无数的创业机会和投资机会。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2个阶段向第3个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是布局 AI 应用层公司的最好时机。因为基础建设已经完成了，平台也正在成熟，接下来就是应用爆发的时代。很多人现在还在盯着英伟达，盯着大模型公司，但其实这些公司的股价已经反映了大部分的预期，而应用层的很多公司现在还处于价值洼地，他们的价值还没有被市场充分认识到。这就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当时所有人都在盯着思科、朗讯这些卖网络设备的公司，觉得他们是互联网的最大赢家。但最后真正赚大钱的是后来出现的谷歌、亚马逊、Facebook 这些互联网应用公司。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在的 AI 行业和当年的互联网行业非常像，上半场是卖基础设施的人赢了，下半场是做应用的人赢了。那我们普通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做？我给大家几个具体的操作建议。首先，如果你现在手里持有英伟达，我建议你逐步减仓，不要一下子全部卖掉，也不要继续加仓了。英伟达确实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但它现在的估值实在太高了，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股价大幅波动。你可以先卖出一部分锁定利润，然后把剩下的资金转移到 AI 应用层的公司。其次，如果你手里有现金想要布局 AI 赛道，我建议你重点关注应用层的公司，不要去追高那些已经涨了很多的大模型公司和硬件公司，可以分批买入像 Snowflake、CrowdStrike 这些已经有稳定收入和客户基础的平台型公司。对于像 Recursion 这样的高风险高赔率的公司，可以用小仓位去搏一下，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第三，一定要分散投资，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家公司或者一个赛道上。AI 行业的变化非常快，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哪家公司最后会成功。分散投资可以帮你降低风险，避免因为一次错误的判断而损失惨重。第四，不要加杠杆。AI 行业的波动非常大，就算你看对了长期趋势，也可能在短期波动中被爆仓。加杠杆是投资 AI 行业的大忌。第五，要有长期持有的耐心。AI 是一个长达10年甚至20年的大趋势，不要指望买入之后马上就能翻倍。很多伟大的公司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经历多次暴跌，你要有足够的耐心陪伴他们一起成长。最后，我还要提醒大家几个风险。第一个风险是估值风险，现在很多 AI 相关的公司估值都非常高，就算他们的业务发展得很好，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化现在的估值。第二个风险是技术风险，AI 技术的发展非常快，今天的领先者明天可能就会被淘汰，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壁垒是牢不可破的。第三个风险是监管风险，现在各国政府都在加强对 AI 的监管，未来可能会出台很多严格的法律法规，这会对 AI 行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判断，不要盲目跟风，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好就买什么，一定要自己做研究，自己承担风险。现在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木头姐清仓英伟达到底是对还是错？其实现在没有人知道答案，时间会证明一切。但我觉得不管他的这个决定最后是对是错，他的投资逻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没有被市场的狂热冲昏头脑，而是在所有人都疯狂的时候选择了冷静思考，选择了提前布局下一个阶段。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人投资的时候总是喜欢追热点，总是喜欢买那些所有人都在说的股票。但其实当所有人都知道一个机会的时候，这个机会就已经不是机会了。真正的大机会总是出现在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的时候。AI 的暴利时代并没有结束，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以前是躺着就能赚钱，现在需要你动脑子，需要你去研究，需要你去发现那些被市场忽略的价值。如果你也想在 AI 的下半场赚到钱，那你现在就要开始转变思路了，不要再盯着那些已经涨了很多的硬件公司，把目光转向应用层，去寻找那些能用 AI 解决具体问题，能创造真正价值的公司。最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 AI 投资的下一个10倍股会出现在哪个赛道？是数据平台、AI 制药还是网络安全？或者你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把你的判断和理由留在评论区，我会在评论区和你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那就点个赞，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内容。如果你想持续了解 AI 投资的最新动态和深度分析，那就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的视频了。最后我要声明一下，本视频内容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的投资决策都应该由你自己做出，并且承担相应的风险。
如果你有任何投资方面的疑问，建议你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